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7号。今天比特币视频利用白天鹅趋势线，再来跟朋友们猜测一下 BTC 下一个上涨目标会到哪一个位置。因为上一次有跟朋友们提到，历史上每一个比特币大牛市总是会存在一条白天鹅趋势线，也就是每一个比特币的底部总是会存在一个主力刻意制造的危机事件挖坑的位置，包括2015年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一只又大又肥的白天鹅。现实社会中黑的东西看多了，我个人是觉得空间低档的位置一辈子可能只会遇到一两只又大又肥的白天鹅。那现在的比特币价格是在这一条趋势线上方，我个人是觉得牛市非常的健康，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知识，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历史上也是存在这种上升通道的情况啊。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啊，这一条白天鹅趋势线，也就是当时69000一路崩盘到2万开始计划朋友们下去要抄底比特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低点的位置，虽然不是很标准啊，当时在这个区间也算是一个箱体震荡，或者是上去这边是有一个上升楔形，不过也没有管啊，因为当时在这个位置有利润也没有卖，后面下去在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也是有报过几笔多单的仓位，但是最终在这个底部的位置挖坑的位置，我个人观点历史上有可能几年你才会遇到一次，特别是在空间非常低的位置，包括这个位置硅谷银行事件也是有跟朋友们讲，比特币是硅谷银行老银行的对立面，如果连银行都会倒闭的情况下，资金有可能就会跑到这个比特币。那么可以看一下这边是存在一个上升趋势，就是这几个低点不是很标准，但是硅谷银行前面的这几个低点跟这一次 25K 附近的低点是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升趋势，而且我们连到这个高点的位置它也是存在一个上升的通道在这边。所以上一次有跟朋友们提到，如果比特币整理到位，下一波继续上涨，在 32K 没有看到之前，希望朋友们不要去做空，有可能这个上升通道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下的位置，这一个高点的位置差不多也是在 35K 附近，所以比特币目前有没有可能是缓步慢牛，不断的在攀升，如果来到 35K 附近，到时候我们要去留意，这个位置也是非常接近比特币在2022年的2月份到1月份的这个区间，有几个低点的位置，后面是支撑转为一个压力，所以我个人观点，目前的比特币是非常的健康，它都在这一个上升通道里面，有高点的位置，到时候我们再看短线有没有风险，要不要进行短线的做空。没有看到 35K， 我个人是不会选择去做空这个比特币，或者是未来的顶部，到时候看要不要做空比特币。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在推特上面也是有提醒朋友们去留意昨天晚上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预测值是17万，那昨天公布的数值是接近34万，是超过这个预测值都有2倍的一个数值。我个人观点，美国那边的经济数据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市场上有一些看空派，或者是也有一些言论是觉得劳动力市场强劲，它是强化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但是我个人观点，整个1年多以来，美联储不是一直在加息吗？一直在加息，你尽量以空间去对待。包括当时美联储加到 4% 的一个利率，我个人都觉得整个美国那边的利率是偏高，未来肯定会有转向的那一天。所以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1年多以来，它价格有跌吗？很多人是在担心美国的经济会出问题，或者是全球会经济大萧条，或者是整个全球的经济要大崩盘。但是看到强劲的经济数据，又是觉得美国那边有可能会强化下一步加息的预期。那么可以看一下昨天的短线，它比特币也没有跌的支撑还是在这个 27K 附近，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最近是感觉有一点升高，现在是在 27%。 不过我的观点不重要像这些经济数据都不重要，包括美国的 CPI， 我个人也是觉得不重要，因为利率是在非常高的位置4%或者是5%，或者是真的有没有可能去6%，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率或者是美元指数都在空间非常高的位置，总有一天他们会掉头，这个比特币
为什么不跌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比特币一直在这一个白天鹅的趋势线上方，非常的强劲，有下去都是利用一些危机事件，我的观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买点。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通道是存在在这边，历史上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通道，就是这个白天鹅趋势线两个底部的位置，这个也是底部的位置，后面是遇到一个白天鹅挖坑的位置，逼完出事情。那么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涨上去，每一个比特币的低点在2015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每一次有压回这个趋势线都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啊。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一次波段通道高点的位置，高点的位置连起来，高点的位置，高点的位置都是非常重要做空的点位，所以2015年的这个上升通道是非常的明显，有破位的位置可能求之不得，或者是有压回这一个趋势线的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买点。等到上涨到这些高点的位置，你要小心，有可能会是波段高点的位置。所以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一个通道上沿的位置在 35K 附近，下一步我们也要去留意，到底比特币什么时候会来到 35K，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后面的牛市通道变了，整个通道是变得更加陡峭，像这种位置一定要死抱住啊！没有看到顶部的一些败相 K 线或者是指标的败相，不要随随便便把手上的比特币做卖出的动作。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19年的位置有没有一个上升通道，我们可以把这个高点到这个高点，或者是到这个高点，感觉有几个高点的位置也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个初步牛市的上升通道，只是19年的这一个第一波初步的牛市它是涨了3倍，所以这里面参考性并不大。但是底部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低点连到这个低点，到这个低点，到这个低点，昨天有提到的，目前的比特币有可能非常像这个位置，就是要开启一波至少有没有 70% 的一个上涨。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个低点的位置，就是正常的上升趋势有可能就是这种非常正常非常健康的一个上升趋势，但是往往在市场里面会出一些不正常的事件，它会造出这种就像我们人的心电图，有可能突然间会有一个急速的下降分值，或者是一个急速的上涨分值。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当时比特币的初步牛市，它在这一波行情里面，我们把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连起来，有没有明显的发现它感觉也是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升通道在这边，后面还会看到比这个上升通道就是更加陡峭更加疯狂的上涨，它不一定会一直维持这种缓慢的一个上升趋势，它肯定会爆发出像这种疯狂大牛市的高位，到时候我们再找机会看要不要把手上比特币的多单做平仓的动作，甚至能不能找到顶部的位置去做空比特币。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 35K 的上升目标，在没见到之前，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这边不是有一个箱体的压力区，那现在我也是有发现，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比特币前面历史的顶部位置6万左右到这个6万9，其实这边6万9的高位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倒过来的这个 FTX 交易所，就是上面也是一个挖坑的陷阱，让很多追多的那一些多方追进去，包括当时在这个高点的位置也是有跟大家提到1、2、3、4、5浪的结构，而且这个末升段5浪里面也是有一个1、2、3、4、5，因为当时我是记得很多朋友是在这个上升浪里面，好像有人是一直在提这边是一个大三浪的结构，所以我们配合波浪，或者是配合一些趋势，或者是配合一些技术形态明显的观察，这个6万左右的高点后面比特币挖坑以后，这边跌下来到这个高点的位置，2021年12月份大约是在5万2附近，然后这个2022年的3月份4万8的一个高点，就是这几个高点的位置有可能是非常重要，整个中长线里面很大的一个下降趋势的压力，上一次 32K 是压在这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有可能整理是不是也是在等待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压力线给它突破。所以我个人观点，现在在整理不排除就是为了挑战这一条下降趋势的压力线，或者是这个位置的压力，
整理到位。就昨天来看，我个人观点是非常的健康啊。昨天的日线又把这一根下跌的 K 线给吞掉，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量价的形态，其实也是很健康啊。昨天在涨的时候也是有出了一点量的，虽然是没有大于这一根下跌的量的，那或者是今天又开始缩量，或者是量没有大于前面的这些量的。我个人观点，在整理区间能这种大涨，不一定要有这么大的量。什么时候突破上面这一个压力位的时候，可能需要放一些大量出来。像这种慢涨的走势，它不一定要放很大的量，特别是如果把 32K 给突破的时候，也必须要放更大的一个量的。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